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汉语慢时光。在这里，我们用最慢、最轻松的方式一起听故事、学中文、了解生活。我是你的朋友王宇。今天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后都会经历，但又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小故事。一顿简单的中国早餐是如何偷偷改变你的一天，甚至改变你对中文的感觉的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被闹钟吵醒，那声音特别刺耳，像有人拿着一只小锣在我耳边敲。我闭上眼睛，伸手去摸手机，轻轻往左一滑，闹钟停了。可是手一放下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严重的事情，我饿了。不是一般的饿，是那种肚子里像有一只小老虎在咆哮。我躺在床上想，要不今天试试附近那家早餐店吧，听朋友说那里很好吃，就是要用中文点餐。想到这里，我整个人突然清醒了3分。点餐用中文，在早上还没 fully awake 的时候，但我心里又想起汉语慢时光要教给大家的观念，学习语言永远从生活开始，而不是从课本开始。所以我还是坐了起来，穿衣服、洗脸、刷牙、出门。一打开大门，一股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那种空气里带着一点潮湿，又有一点城市清晨的灰色味道。远处传来电动车的嗡嗡声，还有早餐店的阿姨在喊：“来，油条刚出锅啦！”听到这里，我的肚子又叫了一下。我顺着香味走到那家早餐店，店外面已经排着好几个人，有穿西装的上班族，有穿校服的学生，还有一个戴着围裙的外卖小哥，一边看手机，一边跟店主说：“老板，1份粥，2根油条，打包。”我站在队伍里，心里开始默念中文菜单：豆浆、油条、小笼包、鸡蛋饼、煎饺。就在我努力记忆的过程中，一个阿姨突然回头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第一次来啊？”她的笑容特别亲切，但我一下子慌了。我很想很自然地回答：“对，我第一次来。”可脑袋里蹦出来的却是：“第一次来，阿姨笑得更开心了。别紧张，慢慢说，中国早餐不咬人。我也跟着笑了出来，紧张一下子就消散了。终于轮到我点餐，我站在柜台前，看着一排排热气腾腾的早餐，金黄色的油条，白白胖胖的馒头，冒着香气的豆浆，刚出锅的煎饼，还有软糯的小笼包。老板抬头问我想吃什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一点。我要1杯豆浆和1份煎饼，谢谢。老板手脚很快，一边做煎饼一边问：“要不要加蛋？要不要加辣？要不要火腿？”我脑子里啪啦啪啦闪过一堆词语，努力把它们组装成一句话：加蛋，不要辣，加火腿。好嘞，老板爽快地答了一声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煎饼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鸡蛋被摊开，香气慢慢飘起来，再加入葱花、酱料、火腿，最后卷成金黄色的圆筒，切成一段一段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刚才跟老板对话的时候，没有太多停顿，没有卡壳，也没有因为紧张而说错。我的中文好像真的在生活里成长了。早餐拿到手时，我轻轻说了句谢谢。老板却笑着说：“应该是我谢谢你。”
早上第一位客人讲话这么礼貌，我心情都好了。我端着豆浆，一边喝一边走在街上。街道上的车开始多了，小卖部刚开门，学校的广播放着早操音乐。我突然觉得这一份中国早餐不仅仅是食物，它是一种生活节奏，一种城市的温度，也是一节无形的中文课。我以前以为学中文一定要背单词、读课文、做练习，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，学中文其实就是理解生活、融入生活、享受生活。学会跟早餐店老板说加不加辣，学会跟邻居说早上好，学会听懂外卖小哥说你这个放门口了哈，这些都是中文。于是我突然很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，也很想问一句，你愿不愿意也来和我一起用生活的方式学中文？豆浆的温度刚刚好，不烫嘴，但暖得很贴心。我慢慢往前走，来到路口的时候，一阵更香更复杂的味道突然飘过来，像一只隐形的手抓住了我的鼻子，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。我一抬头，发现另一家早餐摊刚摆好招牌，上面写着河南胡辣汤、油馍、豆沫、锅贴。我之前听一位河南朋友说过，河南的胡辣汤是一种特别能代表家乡味道的早餐。可我从来没亲口尝过，只是看别人喝胡辣汤的视频，热气腾腾，一碗颜色深，闻起来辣香混合，里面还有胡椒、粉条、豆皮、香菜，看起来像汤，但又比汤更稠一些。我站在摊子前，看着那大铁锅里的汤咕噜咕噜地翻滚，老板的手像跳舞一样，把胡辣汤舀起来，撒香菜，再把油沫掰成块，让每一块都吸满汤汁。突然，老板发现我盯着看，于是笑着说：“要来一碗不？河南胡辣汤可带劲了。”我犹豫了一秒，胃里突然冒出一句小声音：“来吧，尝尝吧，反正你已经在学习生活里的中文了。”于是我点点头：“好，我要一碗。能不能不太辣？”老板笑得很豪爽，我们家胡辣汤不靠辣，靠香，放心，给你来一碗正好。他转身舀汤的同时，继续跟我聊天。你不是河南人吧？第一次喝吧？我点点头，对，我第一次喝。老板笑得更开心，第一次喝胡辣汤一般都忘不了，不过小心烫，喝的时候慢点儿。我拿到那碗的时候，双手都被热气温暖了，像是握着一小团日出的温度。我在路边找了个空位坐下，小心地咬一口。哇，那味道比我想象的更立体。胡辣的香，辣的轻微刺激，汤的浓厚，粉条的软滑，还有油沫吸了汤之后的爆汁感，真是太美味了。这时候，旁边一位穿着工地制服的大哥也端着胡辣汤坐下，他一边吃一边看我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这汤得趁热喝，越喝越舒服，喝了比咖啡还提神。”我一下子被逗笑，真的，我已经醒了。他又说：“我们河南早上就爱喝这个，冬天喝一碗，从心里暖到脚底板。”我点点头，用中文认真回答：“我能理解，真的很暖。”大哥夸了我一句：“你中文不错啊。”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，慢慢学，还在努力。结果他反问我：“学中文累不累？”我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
以前累，现在不太累了，因为我开始在生活里用中文了。大哥听了听，点点头。对嘛，语言就是用出来的，别怕说错。这句话像是穿透清晨雾气的一束光，直接照进我心里。我突然觉得这一碗胡辣汤不仅是早餐，还是一个中国人随口说出的鼓励，一种特别真实的温暖。我吃完后跟老板说谢谢，真的很好喝。老板挥挥手，下次再来尝我们河南锅贴，皮儿薄馅儿大。我笑着回应，一定。刚走出几步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今天早上我已经用中文跟3个人自然的交流了，甚至完全没有刻意学习的感觉。这些中文不是从课本里来的，是从空气、早餐、香气、热汤、油条、煎饼、笑声里来的。我在街上继续走着，一边喝剩下的豆浆，一边看着越来越亮的天空，心情轻松又开心。太阳从高楼后面慢慢升起来，道路上开始有更多的车，更多的人，更多的声音。我听到有人在打电话，我到公司楼下了，等我5分钟。有人对小女孩说，快点走，快迟到了。外卖小哥把餐放下，说，你这个放电梯口了啊。一个老板对员工喊，早点来，今天得备货。这些话我以前可能完全听不懂，但现在我几乎都能理解。它们不是我背过的句子，却变成了我每天都能听见、能看懂，甚至能参与进去的中文。正当我走着走着，突然又看到另一家早餐店，卖的是四川担担面、重庆小面、凉粉、豆花。我忍不住笑了，原来中国的早餐真的可以环游全国啊！我站在门口，虽然已经不饿了，但还是看了一会儿。一个四川大姐给客人端上担担面，面上覆盖着红油、花生碎、肉末和葱花，香到我差一点又饿一次。旁边的重庆师傅把花椒油浇在面上，那香气辣得我鼻子都痒了。大姐一边忙一边说，早上吃点辣的，精神一整天。我忍不住笑着回应，这个我可能需要勇气。大姐逗我，那下次来我给你微微辣，四川人的微辣就是你们的中辣。我当场笑得弯腰。我看着这些不同省份的早餐摊，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在一条普通的街道上，而是在一段特别的语言旅程里。在这里，每一种食物都是一个省份的文化，每一句对话都是一堂自然发生的中文课，每一次微笑都是对一个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小小鼓励。而我这一整天才刚刚开始。当我从早餐店出来的时候，整条街都慢慢热闹起来。风吹过来，带着一点胡辣汤的余温，还有摊贩收摊时锅铲碰撞的声音。我一边走，一边感觉今天的空气里有一种特别轻松的味道，像是昨天的紧张和担心全都散掉了，只剩下一个恢复元气的我。街角的奶茶店刚把灯打开，玻璃上还挂着一层水汽，我看到里面的店员在搅拌奶茶，动作慢悠悠的，像刚睡醒的小动物。有个学生跑进去买饮料，嘴里还嚷着，快点快点，我要迟到了。我听了觉得很有趣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这种不经意的中文，就是生活给我的小课堂。我走到附近的便利店，
想买瓶水，刚进去就听到收银员在喊：矿泉水在第3排，特价商品在后面。我边走边想，哇，今天又学到一个词，特价。我拿起水的时候，旁边一个阿姨正皱着眉头看标签，说：这怎么又涨价了？我听她的语气，立刻理解了这个句子背后的情绪，抱怨，但带点无奈。这种语言的情绪，就是课本从来教不了的东西。走出便利店的时候，我身边路过一对情侣，女生抱怨：你能不能快一点，我们马上就要迟到了。男生一脸无辜：我已经在快了呀。女生说：你这是快吗？你这是散步。男生：可是我鞋带松了。女生忍不住笑出声：行行行，你最慢，你最慢。我在后面听着，觉得这对话简直就是中文版的浪漫日常，不需要任何高难度词汇，却能把情绪表达得特别清楚。这种自然的听力输入，比我上过的所有中文课都有效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想起上次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你要学会区分赶时间和来得及。这2个词我当时还混着用，现在听到这对情侣的对话，我1秒就懂了。生活就是最好的语境。我慢慢往前走，路边的小树影子被太阳拉长，落在地上像一幅自然的水墨画。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温柔的节奏里，不急不躁的中文节奏。我到公司附近的时候，路边的小吃店已经排起了小队，有人要煎饼果子，有人要豆腐脑，有人要包子，店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要几个鸡蛋？不辣少香菜，对吧？手机支付，下一个。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，很像中国城市清晨最真实的 BGM。我听到一个小伙子说：老板，多放点脆的。他的语气特别可爱。我那一瞬间明白了脆的在煎饼里到底是什么，不是读书能知道的，而是站在摊子旁边才能懂的。走进公司时，我轻轻呼了一口气，觉得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自由很多。昨天我担心、害怕、紧张，今天我能在街上随便听懂人们的闲聊，还能跟着笑。中文进步的感觉就是这样悄悄发生的。同事看到我，调侃说：哎呦，精神不错嘛，看你走路都带风。我忍不住笑，可能是胡辣汤给了我力量。他们被我这句话笑到不行，哈哈，你这也太河南了吧。我也被逗笑了起来。中文越学越像生活的一部分，你就越能自然地融入别人。我坐在工位前，把电脑打开，办公室里慢慢被敲键盘的声音填满，那种噼里啪啦的节奏听起来意外的治愈。同事在一旁说：等会儿要开个小会，你准备一下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并不紧张，反而有种今天什么都能应付的自信。我拿起笔记本想写点东西，却突然想起一个让我特别好奇的问题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说差不多？我在心里回想好几次别人跟我说过，差不多就行，差不多得了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一样。每次语气都不一样，意思也微妙不同。这就是中文的魅力。一个词因为语气上下文不同，会变成不一样的含义。我在椅子上偷偷地模仿不同的语气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行了，差不多啦。我越想越觉得好玩，
忍不住写在笔记里。下一次做播客，我要把这个内容讲给听众。突然，一个同事靠近我，你在笑什么？我被吓一跳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在学中文。他大笑，你学中文怎么像在谈恋爱一样，笑得这么甜？我也跟着笑了。也许学习一门语言就是一种温柔的陪伴吧。工作进行得比想象顺利，我发现自己能更轻松地听懂同事们的对话，也能更自然地接上话。他们说，等等，我给你发个文件。我说，好，你发我。他们说，这个事情我们先看一下。我说，行，我先整理。不知不觉，我已经能流畅地回应他们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昨天还因为看病紧张的不行，今天竟然在办公室说着自然的中文。那种进步不是突然的，而是在每一个小瞬间慢慢积累的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心里想，这或许就是在中国生活最大的魅力。你每天都会学到一点点新的中文，一点点新的文化，一点点新的自己。生活的节奏继续向前，我也继续在其中听中文、学中文、感受中文，像一杯慢慢冷却的胡辣汤，又暖又真实。今天的汉语慢时光就到这里，谢谢你陪我一起度过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下一次还可以一起走进中文的另一个日常。愿你今晚睡个好觉，也愿每一句中文都在你的生活里慢慢发光。我们下期见。